临死前，我决定去感受一下怡红院的快乐。没想到接待我的竟然是金丹大佬，而且大佬还是原装。我区一个练气期的臭魔修，若是死前能和这位大佬颠龙倒凤一回，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于是我直接和老鸨说，就他了，我买了。老鸨见状顿时大喜，立马掏出了天地钱庄的收款码，爷大气，100万原石，不二价。可当听说我没钱时，老鸨脸色顿时一沉，没钱，您搁这儿跟我逗闷子呢？随即便叫人要把我丢出去。就在这时，我掏出储物袋扔在桌上，这里面有200瓶丹药，每瓶10枚，你点点。老鸨打开储物袋一瞧，各种琳琅满目的丹药数不胜数。虽说这些丹药单价不高，但架不住量大且浓郁，关键是这里面还有大批毒丹。只见老鸨惊讶地看着我，您是毒师？我横了老鸨一眼，你的话太多了。老鸨自知失言，歉意一笑，取出一个玉牌，双手递给我，也莫怪，这是丁瑶的命魂牌，里面共有10层封印，每解开1层，丁瑶的修为就会恢复些许。我知许多修士有恶趣味，觉得修为越高越刺激，但我还是要提醒爷一句，不要轻易解开封印。丁瑶是货真价实的金丹女修，封印一旦解除，后果无法想象。除此之外，命魂牌最大的妙处就是，只要持牌在手，哪怕性子再野的贞洁烈妇，也得乖乖听命行事，就算让他叫爸爸都没问题。我接过命魂牌，默默渡入元气激活，抬头看着丁瑶，淡淡吐出2字，跪下。扑通一声，丁瑶当场就跪在了我面前。不愧是金丹大佬，那金丹又大又白。此时丁瑶满脸都是屈辱，可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满意的点了点头，就这样吧。老鸨识趣的拿起储物袋，那奴家便不打扰了，有任何需要您随时吩咐。说完，老鸨迅速离去。我大马金刀的坐在位子上，习惯性的往地上扔了几瓶毒丹，然后把玩着手里的命魂牌，冲丁瑶吩咐道：“开始吧。”指令已经下达，然而丁瑶却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我眉头一挑，几个意思？老鸨前脚刚走，命魂牌后脚就失效了，就是这样做生意的，不应该吧？这时丁瑶却满脸耻辱说道：“我不会。”我顿时懵逼了，都熟透了，居然什么都不懂，这不巧了吗？我特么也不会。这一世穿越成魔修，一直忙着杀人与炼丹，我俩就这样大眼瞪小眼。一阵摸索后，我也终于得偿所愿。与此同时，我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炼气大圆满，属性提升。”我有些惊讶，竟然还有意外收获。来到这个魔修世界，为了活下去，我也开始了自己的杀戮之旅。尤其我炼药天赋出众，我炼制的毒丹毒性很强。可讽刺的是，我明明自己就是一个毒师，但在杀戮仅不到1年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也已中毒。这似乎是一种慢性毒药，虽然不会直接杀了我，但却极其难缠，一直不停地摧残我的身体机能，甚至严重影响到了我的修炼。然而10年过去，我用了无数的解毒丹都解不了这毒，尝试了所有办法无果之后，我也终于彻底认命。我非常清楚的知道，1个月之内我一定会毒发身亡。于是今日我散尽家财，把满腹理论知识化作社会实践，是要与莎士比亚试比高。没成想居然还特么有意外惊喜。我抬起胳膊，看着手臂上那条从手腕一直隔延到心脏的黑线，发现确实变淡了许多。药师无效，但自身刚刚增加的毒抗发生了作用。你是我的药，1日就见效，我都懵了，还能这样？这时丁瑶看到我手臂上的黑线，立刻意识到我中毒。不是打的，干这事儿还能中毒？是他有毒是吗？我看着脑海中虚拟框，丁瑶对我的亲密度正在迅速降低，但我现在根本就顾不上这些。毒抗增加，我需要立刻排毒。随即我直接跑到一边，自己抠嘴剧烈的呕吐了起来。见状，丁瑶懵了。他在江面见过晕船的，御剑飞行的时候也见过晕剑，但头回听说还有晕这玩意。这时我吐完又突然跑回来，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你是不是木属性？闻言，丁瑶羞愤交加，沦落到怡红院，被这么个炼气期小杂鱼给捡了便宜也就罢了，干这么神圣的正经事儿的时候，你吐了也就罢了，现在还特么跟个神经病一样问我修炼天赋属性。他受不了这份委屈，也很愤怒，但命魂牌作用下，他却还是只能如实回道。是木属性，还真是入了木属性，我就增加了木属性修炼资质，还多了毒抗，还能直接升级。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金手指，我顿时直勾勾地望向丁瑶，终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我得再实验实验。这一夜，丁瑶对我的好感度从仇深似海转变成了爱意绵绵。次日正午，我悠悠醒来，看着依旧在酣睡的金丹大佬，忍不住有些精神恍惚。在这个魔修世界，按照风俗去青楼是合法，出轨却是要进猪笼的，不像上一世去青楼违法，出轨只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这时老鸨轻轻叩响房门，娇声道：“官人起了吗？”听到这话，装睡的金丹大佬立刻起身套上工装。我往外看了一眼，忍不住眉头一挑。这个房间有阵法隔绝窥探，从里面却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外面。我看得很清楚，外面可不止老鸨一人，还有7名男子，清一色的筑基魔修，其中有一位俊俏公子哥，勉强算是老熟人，邺城城主厉南天最为疼爱的侄子厉飞羽。我无法确定厉飞羽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但清楚地知道来者不善。我无比熟练地在房间角落扔满了毒药与符箓，然后打开了房门。厉飞羽率先走进来，将目光直接对准了丁瑶。昨儿就听说怡红院新来了一位正道金丹大佬，就他。老鸨笑盈盈说道：“就他，不过您来迟一步。”丁瑶以名花有主。闻言，厉飞羽淡淡说道：“只要我看上的就永远不。我叔父60大寿马上就要到了，拿他做寿礼，想必叔父定会非常满意。”话落，厉飞羽扭头望向我：“金丹女修，你把握不住，人我要了，给你2个选择，要么滚，要么死，自己选。”听到这话，我特么能忍。丁瑶就是我的药，我现阶段还无法确定其他女子是否可以为我续命。夺走丁瑶，这跟夺走我的命没任何区别。更何况，就算丁瑶不是唯一，可她毕竟已是我的女人。随即我缓缓直起身来，脸上的恭敬也迅速消失不见。厉少，今儿我是不是给你脸了？话音刚落，我微微屈膝，身形一闪，骤然出现在厉飞羽身前，手中变戏法一般掏出一把墨刀，直接抵在了厉飞羽的脖子上。厉少，你别吓我，我胆小，一害
怕我就想杀人。闻言，厉飞宇气急反笑，杀我就凭你区区炼气散修，下等人中的下等人，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与此同时，负责保护厉飞宇的筑基修士直接从外面冲了进来，护卫在此。厉飞宇厉声道：“来来来，你不是要杀我吗？你杀一个我看看！”啪的一声，我直接一巴掌扇在了厉飞宇的脸上，瞬间他整个人都懵了一下。你居然敢打我！你好大狗胆！我面色平静如初，自储物袋取出丁瑶的命魂牌，扣在手心。厉少怕不是忘了，筑基魔修做护卫的确很拉风，可丁瑶本就是金丹修士，你要把他带走送给你叔父。现在我只需解开命魂牌所有封印，他完全可以瞬杀在场所有人。我这人命贱，若是能跟少城主换命，我觉得也蛮划算。不知少城主以为如何？闻言，厉飞宇猛地一滞，好，算你狠。我认栽，你的确够种，咱们走着瞧。厉飞宇黑着一张脸转身就欲离去，见状我走到门前，直接关上了房门。呵呵，厉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今日从你走进房门那一刻起，其实我就从未打算要放你活着离开。知道我为何要故意跟你说那些废话吗？因为我在等30迷魂丹起效。话音刚落，之前我藏在房间每个角落里的毒丹与符箓瞬间起来。筑基魔修很了不起吗？这10年死在我手上的筑基魔修不知凡几，尔等又怎会是例外？说话间，我自储物袋里掏出一把巨大无比的锤子，直接狠狠敲在一名护卫的脑袋上。护卫的天灵盖被我硬生生给敲了一个稀巴烂。击杀筑基3层魔修，经验值加999。我眉头一挑，很好，杀人就可以直接得经验，这个金手指的确非常适合这魔修世界。趁着毒丹与符箓一起发挥功效的间隙，我脚下生风对准厉飞宇带来的护卫，每一锤都敲在天灵盖上。杀完之后，我甚至又挨个进行了2次补刀，经验值也随着不断上涨。随后我终于将目光对准了厉飞宇。厉飞宇看着我手中那把染血巨锤，眼皮狂跳，脱口而出道：“这锤子，你到底是谁？”闻言我冷冷一笑：“厉少，你连我到底是谁都不知道，就敢跑到我面前大放厥词，你怎么敢的？”随即我转动手腕处的易容珠，容貌瞬间大变，一个披着袈裟的秃驴手持巨锤出现在他面前。厉少，这样你是不是就能认出我是谁了？厉飞宇看着容貌大变的我，只觉得肝胆俱裂。慈悲暴徒，物理超度。传说邺城境内有一魔僧嗜杀成性，每当月圆之夜就会手持巨锤狂性大法。城主府通缉慈悲暴徒多年，却始终没能将其擒获。厉飞宇还没来得及惊呼，我收起袈裟，再次转动手上易容珠，头上戴上一个斗篷，手里巨锤又突然变成了一根细长铁锥，暗影魔刺。见状，厉飞宇整个人都麻了。暗影魔刺，天机阁天地人3榜，人榜只统计原因以下，大多数能够位列其中的皆是金丹修士，可暗影魔刺却以筑基修为位列前100。不只是因为这暗影魔刺来无影去无踪，最可怕的是他明明还未到金丹，却已杀过邺城城主府数位金丹魔修，一直都被誉为金丹以下第一人。以前一直没人明白这传说中的暗影魔刺为何会无缘无故针对邺城城主府金丹，直到现在厉飞宇才终于明白，魔僧也好，魔刺也罢，原本特么就都是同一人。这时厉飞宇尖声道：“不对，那魔僧是货真价实的筑基，暗影魔刺更是实打实的筑基巅峰，可你明明只是炼气。”闻言我一阵沉默，若非中毒，我岂会落到这般田地？我之所以一开始就对厉飞宇起了杀心，是因为我本就跟城主府有仇。这下厉飞宇彻底胆寒了，他终于明白我不但具备杀他的实力，也当真具备杀他的胆气。不要杀我，我叔父是城主。话还没说完，噗嗤一声，我手中那把细长铁锥直接嚷进了厉飞宇心脏。临死之前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你不是城主的侄儿，你一直都是厉南天的亲生儿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你那少城主的名号从一开始就是厉南天默许的，你若跟厉南天没关系，今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你既是他的主，那你今日便必死无疑。话落，我狠狠一拧，猛地拔出铁锥，厉飞宇当场身死，死不瞑目。这一次我并未用巨锤，因为我留着厉飞宇的尸体还有用，杀死了筑基1层魔修，经验加666。怡红院老鸨见状瑟瑟发抖，爷不要杀我，我可从来都没做过任何对不起您的事儿。我微微摇头，我不杀你，你走吧，谢爷不杀之恩。老鸨顾不上满身的伤，连滚带爬往外跑去。可就在他抬手想要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微微一甩，细长铁锥破空而去，精准无误地扎进了老鸨后心。你说过不杀我。老鸨无比艰难地缓缓转过身来。为什么？我平静回道，我刚刚确实说过不杀你，可现在我改主意了。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活口，除了我和丁瑶，这里所有人都得死。我深吸了一口气，微微抬手，言简意赅吐出2个字：掠夺。刹那间，每一具尸体之上都有一枚血珠迅速凝聚而成，这些血珠全部都是这些魔修生前的修为精华。杀魔修获得经验，杀完魔修掠夺血珠可以再次提升修为，双倍经验，双倍快乐。我将这些血珠全部小心翼翼地收入白瓷瓶，转而又掏出一堆化尸丹扔在地，地上的尸体很快就化成了血水，唯有厉飞宇的尸体被我单独收入了一个储物袋之内。我大概扫了一眼刚刚从尸体上捡起来的储物袋，昨儿刚给老鸨那价值100万的丹药，还没来得及上缴，便已经重新回到我手里。其余筑基修士也算稍微有些身价，最为让我满意的还是厉飞宇这位少城主的储物袋内，丹药、符箓、法宝、原石应有尽有，收获颇丰。做完这些，我扭头望向丁瑶，扔过去一瓶解毒丹，吞掉，然后你先离开，我们在街口豆腐铺碰面。丁瑶顿时怔了怔，你不杀我？杀你可是我的，要我哪舍得呀？我虽只是一个十恶不赦小魔修，但只要你不背叛，我也断然没有丧心病狂到向自己女人举起手中屠刀的地步。我从储物袋里掏出另外一串易容珠递给丁瑶，戴好，换张脸速走。我还有事儿没做完。丁瑶把易容珠戴在手腕，换了一身衣服，匆匆推门而去。临走之前，他扭头看了一眼正在换袈裟的我，忍不住有些神情恍惚。这个登徒子，一会儿是嗜杀成性的慈悲暴徒，一会儿是来去无踪的暗影魔刺，还是夺了他元婴的无耻
之徒，他都有些分不清这个狗男人到底有多少张不为人知的脸。待丁瑶离去，我身披袈裟，手持巨锤冲出房门。怡红院每个房间里都设有阵法隔绝窥探，刚刚闹出了一点动静，我无法确定是否已经引起有心人关注。我打算把动静闹得再大一些，就这样一走了之，留下的证据未免太多了些。随即我在怡红院沿途扔下无数毒丹与符箓，而后扔下10枚火焰符，直接跳楼而走。走出数米之后，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整个怡红院都燃烧起了熊熊烈焰，伴随着毒丹发酵，浓烟也直接变成了毒烟，顿时一片大乱。杀死炼器7层魔修，经验加77；杀死炼器5层魔修，经验加55。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让我的经验值不断上涨。我躲在远处的角落里，遥遥望着熊熊燃烧的怡红院。如果你们的文明就是要让无数个我卑躬屈膝，那我便带你们看看到底什么才是野蛮的骄傲。与此同时，大批城主府甲士杀至怡红院，少城主命魂灯熄灭，立刻封禁城门。城主府赫赫有名的13太保闻风而动，开始四处搜寻丽妃雨下落，可惜连尸体都没找到。城主厉南天膝下无子，却对侄儿丽妃雨视如己出，更有13名义子，合称13太保。这时李慕白淡淡吩咐道：“封锁整条街道，挨家挨户盘问，看看是否有人见过少城主，又是否有人见过可疑人等。”李慕白在13太保中排名老3，一直都是城主府智囊。片刻后，一名甲士匆匆而至。三爷，刚刚底下人查到，怡红院起火之前，有人曾看到身披袈裟的魔僧手持巨锤到处乱砍，慈悲暴徒。李慕白负手而立，打量着被烧得一片狼藉的怡红院，稍稍思忖了一下，有条不紊地迅速下达指令：城门已封，凶手是那魔僧也好，另有其人也罢，势必着急出城逃之夭夭。吩咐下去，封禁所有城门，只准进不准出，严查刚刚已经出城以及正在着急出城的人，一个都不要放过。另调用所有甲士加派人手，在城内展开地毯式排查，除去重点追寻那魔僧下落外，任何有嫌疑者通通下狱，如遇抵抗，杀无赦。随即大批城主府甲士涌上街头，开始挨家挨户大范围排查。我蹲在不远外一个不起眼的阴凉处，又重新换了一张脸，转而又披上那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斗篷。这斗篷是我早年偶然得手的一件法器，没有其他功能，但却可以让我最大限度收敛气息，隐匿踪迹。这也是我多层身份之一暗影魔刺能够以筑基巅峰修为强杀金丹的主要原因。不过此时我并不是要杀人，只是为了隐匿。来到街口，我收起法器斗篷，恢复本来面容。你居然没逃走，让我很是意外。走。丁瑶倒也不是不想走，可他的命魂牌被我焊在手里，他根本就跑不掉。此时丁瑶皱眉问道：“我们接下来去哪？”丽妃雨已死，城主府很快就会发疯，要不要尽快出城？闻言我反问道：“为何要出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非常了解城主府，他们绝对不都是酒囊饭袋。暂且不提厉南天，13太保就绝非善鱼之辈，尤其是那个李慕白，一直有智多近妖之美誉。虽说我与李慕白从未正面交锋，可事实上这些年两人已经暗中交手过无数次。每次我杀了城主府的人，李慕白都会露面。最危险的地方的确是最安全的地方，但你理应明白，你在城内躲不了多久。丁瑶淡淡说道：“城门封禁，只准进不准出。城主府摆明了是要瓮中捉鳖，假是地毯式搜索，就算你能躲得过第1次排查，却绝对躲不过第2次、第10次。温水煮青蛙，取死之道。”而我却是平静的开口：“封城不会太久，如果我猜的没错，至多明日就会解封。在邺城，城主府虽强，但却也绝对没强到一手遮天的地步。”丁瑶愣了愣，瞬间恍然大悟：“你指的是邺城本地那些老牌魔修家族，不可能接受城主府长期封城。”我横了丁瑶一眼，心说这姐姐倒也不算太蠢，魔修大多脾气都不太好，散修也就罢了，可城主府必须要在乎本地那些老牌魔修家族的态度。封一天，那些家族也懒得为了这点事儿就跟城主府撕破脸。可如若一直封城，那些本就跟城主府有过无数次摩擦，甚至有过剧烈冲突的老牌魔修家族，势必会群魔乱舞。待那时动静闹大了，城主府定然威严扫地。以李慕白的智商，断然不可能做出长期封城那种自找麻烦的囊事。1刻钟后，我带着丁瑶回了家。说是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残破的4合院，而且院子里明显住了不知物，一张床，一张破桌子，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说是家徒四壁，都是看得起他了。丁瑶扫视一圈，黛眉微微皱起：“你也不像缺钱的主，住在这种贫民窟不嫌磕碜。”我在门口扔了几瓶毒丹，想了想，又把毒丹捡了回来，然后才不紧不慢回道：“我始终坚持认为，漏付是最为愚蠢的行为。连你这种出身名门正派的金丹大佬，都被人给生擒活捉卖到了怡红院。我区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炼器散修，若是斥巨资在城内购置豪宅，其他魔修会如何想？那不是典型的欠抢吗？”闻言，丁瑶沉默了。他突然发现，他虽曾是金丹巅峰，高高在上，可在洞察人心这方面，他的确远不如这位炼器7响魔修。随即我盘膝坐定，静静的调息。就在这时，大批城主府甲士便向着贫民窟涌来。忽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从容不迫打开房门。官爷何事？甲士走进来扫视一圈，明明并未察觉到任何不妥，但却还是不依不饶，漫不经心问道：“今日有没有出过门？可曾见过一魔僧？”甲士歪着头看着我，我瞬间明白，我之前故意易容成慈悲暴徒，在怡红院溜达了一圈，果然成功对城主府造成了误导。随即我从储物袋内掏出10枚原石，双手奉上：“为官爷，我今日未曾出门，更从未见过什么魔僧。”甲士见状，接过原石，在手心掂了掂，玩味一笑：“既从未出过门，也未见过魔僧，又何必拿原石贿赂我？”听罢，我低眉顺眼回道：“官爷您误会了，官爷保一城平安，着实辛苦。这点原石充其量只是请官爷喝杯茶歇歇脚。”甲士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算你小子懂事儿，既没出门，那就不要出门了。今儿城里不太平，跟
扔下这句话便扭头就走，一直等到贾氏远离，我才终于直起身来关上了房门，并且随手在门外扔下5瓶毒丹。丁瑶似是瞧不起我这样的做派，直接出言讥讽道：“几个最低等的贾氏罢，以你的手段，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他们杀光，又何必对他们如此谦卑？你当真不觉得丢脸吗？”闻言，我反问道：“脸重要吗？当你没有背景，而且混得还不够好的时候，你要脸干吗？你只有努力，只有成功了，你的脸才会变得有用。小鬼难缠10元时就能打发掉，没必要硬碰硬，将其杀了还增加自己暴露的风险。”丁瑶再次沉默，验过拔毛，10元时看起来不多，但整个邺城魔修何止100万人？这一夜，除了少数几个老牌魔修家族外，整个邺城都被城主府贾氏闹得鸡犬不宁，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起了冲突。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直在静心调息。夜半时分，盘膝坐在榻上的我猛地睁开双眼，看来是有人趁火打劫了。话音刚落，之前扔在门外的5个白瓷瓶当场碎裂，丹药在落地的瞬间凝聚成一道毒雾，漆黑的夜色为毒雾提供了最大的掩护。第一位闯入的魔修还没穿过毒雾，便直接一头栽在了地上。紧接着是第2个、第5个、第9个，倒在我门前的魔修越来越多，他们的身体先是不停抽搐，然后便迅速变成血水，血水自我门前蜿蜒汇聚，凝聚成一条无比刺目的血线。这条血线可比跟人讲道理要有用多了，威慑力十足。此时系统又传来提示：杀死了筑基3层魔修，经验加666；杀死了筑基2层魔修，经验加444。经验依旧在涨，系统页面上的经验条已经满了，可惜我依旧没能破境。看来想要进入筑基，必须要打破体内桎梏才行。丁瑶一直静静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此时再次忍不住主动开口问我：“你之前明明在门外扔下了毒弹，可很快你又重新捡回来了，是因为你早就断定城主府贾氏一定会全程搜捕凶手，一旦率先在门外使用毒弹，被贾氏察觉徒增麻烦。贾氏离开之后，你又迅速在门外扔下了毒弹，是因为你断定今晚一定会有无数宵小之辈趁乱浑水摸鱼。”我说的可对，我并未回答这个问题。等到门外失去所有动静，我才走出房门，把死在门前魔修的储物袋全部捡起，然后又在门外扔了几瓶毒丹，这才返回屋内重新关上房门，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丁瑶看着门外默默计算了一下：“我才认识你1天，这已是你今日杀掉的第37人，魔修都如你这般嗜杀成性吗？”闻言，我想了想，坦然回道：“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也非常不适应这个冷酷的世界，可现在10年过去，我非但没有丝毫不适，甚至已隐隐融入其中。不是我嗜杀成性，最初我也有试过不与他人一样，也曾有过改变这个世道的想法，可最后我失败了。”说到这里，我突然沉默了许久，然后才继续开口：“我发现无论是在哪个世界，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世界，往往只会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自己举步维艰。与之相比，改变自己，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世界，或许才是让自己活下去的唯一办法。”丁瑶眉头深皱，似是不愿苟同于我这个说法。我笑了笑，并未开口。他一个出身顶级修仙门派的人，又怎会知晓这魔修世界的人心险恶？我起身看了一眼门外，扭头望向丁瑶，门外到处都是尸体与血水，今夜应该不会有不速之客来打扰你。见状，丁瑶满脸警惕说道：“你想干嘛？我警告你，你可不要乱来。”闻言，我不疾不徐说道：“我今日杀了很多人，跟城主府斗智斗勇，也耗费了我太多心神，这对于破境入筑基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女人一直都是男人最好的良药，尤其是你这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金丹女修，想必药效要更强一些。”随即我掏出命魂牌，言简意赅吐出4个字：“瑶瑶，求药。”丁瑶想要跑却逃无可逃，主要我一口一个瑶瑶，着实让他羞恼。可命魂牌一出，瑶瑶御姐范的威力顿时就显现无疑。一顿交流之后，我只感觉神清气爽，已然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我盘膝坐在地上，将之前得到的血珠取出，直接吞入腹中，顿时体内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汹涌澎湃。入筑基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但我以前就是从筑基巅峰跌下来，我已经亲手为自己拓宽过道路。整整过了1夜，我终于重回筑基，感受到体内的力量，我微微一笑。现在是时候了。丁瑶有句话说的没错，一直待在城内，迟早会暴露。我补充了一些水和食物，便带着丁瑶直奔城门而去。与此同时，城主府祖祠内，城主厉南天正在对着厉飞羽的命魂灯发呆。这时吴凯匆匆而至，躬身道：“义父，昨夜我们13太保倾巢而出，擒获许多通缉榜上的凶徒，但暂时未能找到害死飞羽的凶手。还有封城之后，城内魔修闹腾的厉害，尤其是那些老牌魔修世家已经开始蠢蠢欲动。老三让我过来问问，今日是否还要继续封城？”厉南天看着厉飞羽的命魂灯，面无表情说道：“你可知我为何对飞羽那般宠？所有人都只知我厉南天无儿无女，唯独对侄儿飞羽视如己出，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飞羽不是我的侄儿，他一直都是我儿子。”闻言，吴凯浑身僵硬。厉南天这句话里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吴凯甚至都有点不敢听。在我叶能境内杀了我唯一的儿子，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何人，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厉南天双目血红，无论是谁做的，哪怕是那些个所谓的老牌魔修家族，我也定要把他们抄家灭族。话落，厉南天缓缓张开双臂，满头长发无风自动，身上的气息骤然变得狂暴，然后猛地脸色一白，他的修为境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金丹巅峰大圆满迅速跌到金丹9层，看似只是一个小境界，实则天差地别。随即一滴精血瞬间滴入命魂灯内，血魂竖起，顿时屋内血光大盛，血雾慢慢的变成了我的面容。厉南天死死看着我，他确定他并不认识我，但却通过血魂术清楚地感知到我的具体修为。画面一闪即逝，一道血芒从厉飞羽的命魂灯内破空而去。见状，厉南天寒声道：“自此刻起，连续7日，每隔1个时辰，凶手头顶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红色沙子。打开城门吧，天下虽大，却绝无他容身之处。我倒要看看他能逃到哪去。”与此同时，我带着丁瑶已经迅速来到城门口，看着门口排起的长龙，丁瑶目光微熠，正如我昨晚预料中的那样。虽然依旧有城主府贾氏盘查，并且由13太保亲自坐镇，但的确已经解除封禁。大约等了1刻钟的样子，
终于轮到我2人。李慕白接过我递过来的身份名牌，炼气9层散修出城所为何事？我淡淡回道：杀妖。人族修士出城杀妖历练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李慕白却偏偏补了一句：去哪杀妖？闻言我直接顶了一句：你管我？丁瑶讶然看着我，李慕白同样深深看了我一眼，非但没有刁难，反倒是把身份名牌递给我，然后轻笑一声：放行。出城之后，丁瑶忍不住低声问道：昨晚面对城主府低阶假释，你主动拿出原石双手奉上，可今日出城你却冷着一张脸，非但一个原石都不愿意给，态度反倒是无比恶劣，他们却偏偏选择了放行，这是为何？随即我解释道：昨晚去贫民窟搜捕凶手的是低阶假释，混得并不算如意，所以才会做出那种趁机捞油水的事情。可今日的却不一样，他们都是真正的城主府精锐，尤其是13太保，在现在这种敏感时期，越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就越会被认为是心怀鬼胎做贼心虚，而越是表现得蛮横无理且不耐烦，反倒是会让人觉得光明磊落，才更加符合正常魔修的脾气。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症下药方是正解。闻言，丁瑶若有所思，他的修为与见识要远比我高得多，可在洞察人心这方面，他却隐隐有些求知若渴。我带着丁瑶一路往南，打算深入山林，按照以往经验，我只需钻进深山老林，猫个3、2个月，城主府大概率就会偃旗息鼓。不过今时不同往日，现在是少城主厉飞羽被杀，城主府定会穷追不舍。所以我更加需要找一个我熟悉的战场，但出城不足100里，还没能走进山林，我突然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就仿佛在被人窥视一般。紧接着，一道血芒从天而降，直奔我而来，还没等我反应，血芒就钻进了我体内。我顿时眉头微皱，细细感知后，我眉头皱得更深了一些。我并未察觉到有任何不适，也没有受到任何实际伤害，可这种感觉却让我愈发大感不妙。果不其然，下一刻，我头顶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血色沙子，厉飞羽的一缕残魂，一张无比痛苦的脸自我头顶一闪即逝。我猛地两眼微缩，见状，丁瑶淡淡说道：是7日追杀令，你恐怕有麻烦。7杀令是一种秘法，传说大型宗门以及老牌修真家族都会给自己宗门核心弟子或家族嫡系留一盏命魂灯，一旦命魂灯熄灭，就可以以跌尽的代价强行催动此法追踪凶手下落，这也算是变相的增加了这些后代活下来的可能性。闻言，我顿时汗流浃背，这一次我恐怕有大麻烦了。此刻城主府已下达悬赏令，重赏之下必有莽夫，一旦被拖住，我必死无疑。我大意了，估计厉飞羽死之前也曾想要拿血魂术这事儿来要挟我，可惜我下手太快了。随即我施展疾风术，又在身上贴上神行符，二话不说，带着丁瑶直接夺路而逃。就在这时，吴凯的声音遥遥传来：小子，你跑不掉的。他亲自带着一队筑基甲士迅速追来。此时丁瑶看到了解封的希望，直勾勾地看着我。解除我的封印，只需一剑，我就能杀掉所有人，哪怕厉南天亲临也绝不例外。闻言我沉默了，解除他封印是绝对不可能的。封印一旦解除，估计那就真的是所有人都会死在他手上，包括我。稍稍定了定神，我看着身后正在迅速逼近的吴凯，眼底杀意骤起。不过城主府人多势众，眼下似乎并非最佳动手时机，我并未着急出手，而是再次施展疾风术，一头钻入山林。吴凯紧随其后，他扫视着眼前密集的山林，随即冷笑一声：你以为山林地形复杂就可以天高任鸟飞了吗？太天真了。话落，吴凯自厨袋内掏出一沓子千纸鹤，秘法平虚御风，万里追踪。随着吴凯话音落地，他手心里那些千纸鹤如同活过来了一般振翅而飞。虽说飞得并不高，但胜在速度足够快，而且由于体积够小，哪怕是在山林里同样也是来去自如。吴凯一口气放出去不知多少千纸鹤，所有人准备好传音符箓，按照我的吩咐进入指定位置，他跑不掉的。所有城主府甲士以吴凯为中心迅速散开，看似各奔东西，实则已经遥遥组成一个包围圈。对此我似乎并未有丝毫察觉。我带着丁瑶一直在闷头逃窜，沿途不起眼的角落里被我扔下了许多毒丹以及符箓。检查过后，我的正前方突然出现一只千纸鹤，千纸鹤身后跟着一位城主府甲士，紧接着9名甲士陆续现身将我包围。吴凯不紧不慢地走出来，他冷冷看着我，淡淡说道：我说过你跑不掉，在我眼里你只是一只笼中雀，你所有行踪都尽在我掌握之中。13太保中，吴凯最为擅长的就是隐匿与追踪。随即吴凯直视着我道：束手就擒吧，莫说你只是初入筑基，就算是筑基巅峰，也绝不可能从我手上逃走。这时丁瑶横了我一眼，我也说过你走不掉的，你已是瓮中之鳖，此时不为我解除封印更待何时？我懒得理会丁瑶，这娘们每天心心念念都是让我解除她的封印，可不像啥好人啊。我缓缓抬起头，将目光对准吴凯，你说我走不掉，还真是自信啊，你又怎知这本就是我精心挑选的战场？木之囚笼起。话音刚落，我屈指一弹，周遭所有树枝藤条突然迅速交织在一起，一个巨大的囚笼凝聚而成，将几人全部困在里面。随即四周火属性天地元气迅速往我体内汇聚，所带起的狂风燃烧起了黑色火焰，瞬间我整个人都变成了一个火人，火焰肆虐，数之不尽的火焰自我周身猛地呼啸而出。随后我之前扔出的毒丹和符箓瞬间爆炸开来，赶过来想要捡漏的散修率先倒霉，火焰裹挟着毒丹与符箓席卷而至，炼气魔修瞬间身死。筑基魔修虽说没死，却也受了重伤，而吴凯却依旧镇定自若，讥笑道：毒丹、符、魔焰皆是小道儿，列阵杀贼。闻言，9名城主府甲士以吴凯为中心迅速结阵，不退反进。他们身上的铠甲全部都是制式法器，虽说品阶并不算太高，但却足以为他们提供强大的防护力，这是散修所远远无法比拟。吴凯有心要直接杀了我，可等他定眼一瞧，才发现已经失去了我的踪迹。尘土飞扬之间，我已经利用法器斗篷迅速隐匿了自己的踪迹，并且转动易容珠换了一张脸。我甚至还给丁瑶身上贴了隐匿符箓，让他也暂时隐藏在了树林里。见状，吴凯冷笑一声，抬手自储物袋内掏出几张符箓扔了出去，要阳符最大限度照亮，让所有人无处遁形。狂风符一出，狂风大作，把已经泛起的尘土给硬生生吹走。待狂
狂风符效果结束，整个场间骤然恢复了平静。此刻吴凯眉头微皱，他最是擅长追踪与隐匿，可现在他却根本就没能找到我。不过他也并未就此放松警惕，因为他无法确定我到底是趁机跑了，还是隐匿了起来伺机而动。稍微等了一会儿，他微微一抬手，命手下甲士解除大阵，开始四处搜寻，却依旧不见任何风吹草动。见状，吴凯无奈一笑，他本就更加倾向于我已经趁乱逃窜，毕竟在他看来，我本就只是一个出入筑基的小卡拉米，在这里跟他死磕与找死没任何区别。更何况厉南天随时都有可能亲至，我没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他刚刚故意让甲士解除阵法，就是在做最后的试探。随即吴凯掏出传音符箓说道：“义父，刚刚我顺着血魂术一路追踪到城外，来的路上我已经派人用画像查过，害死飞羽的是一个名不经传的散修，名叫……”可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一把尖锐的铁锥自地下破土而出，眨眼间就洞穿了他的铠甲，直接壤进了他的身体。顿时吴凯的惨叫响彻山林，不等他反应，我直接掏出那把巨大铁锤，狠狠地敲在他的天灵盖上。啪的一声，吴凯的天灵盖被我手中巨锤给硬生生敲了一个稀巴烂，他张了张嘴便轰然倒地。堂堂13太保之一就此生死道消，杀死了筑基巅峰魔修，经验值加999。看到这一幕，城主府9名甲士顿时就变成了惊弓之鸟，直接四散而逃。但我岂会留下任何活口？怒之囚龙爆的不只是囚龙，周遭我撒下的毒丹以及符箓再次汹涌而至。我手持巨锤，就如同一道鬼影一般神出鬼没，迅速挥舞巨锤砸在几人天灵盖上，杀死了筑基6层魔修，经验值加999；杀死了筑基5层魔修，经验值加999。似乎只要越阶足够多，经验值就会翻倍，但加999就是最高上限。片刻间，城主府9名甲士尽数皆死。我稍稍停顿计算了一下时间，扭头便把目光对准了其他散修。这些散修之前就一直跟着城主府甲士追杀我，想要浑水摸鱼。刚刚我懒得搭理他们，可现在得算算总账才行。想要拿我的脑袋去城主府请赏没问题，那就得先把命留下来。随即我颇有仪式感披上了袈裟，换了一副魔僧尊容。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我来送诸位施主上路。盏茶之间，所有魔修，不管是城主府甲士，还是想要捡漏的散修，尽数死在我的手中。丁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在此之前，不管是喜欢物理超度的魔僧，还是号称金丹以下第一人的暗影魔刺，在丁瑶看来终究不是金丹。他之前从未把我的实力放在眼里，可现在他必须承认是他小瞧我了。但丁瑶也发现了我的小秘密。其实我并不是纯粹的魔修，而是法体双修。只有法体双修才能出入筑基，就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杀力。但是虽然法体双修前期很强，但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突破元婴。无法突破元婴就意味着寿元有限。丁瑶严肃地看着我，你可知你这样做是在自毁先途？法体双修的尽头本就是一条断头路，若法体双修当真走得通，我们大行宗门早就已经走了。又凭什么轮到你？就你特殊是吗？我并不在意，在我眼里，能不能走得通是一回事，敢不敢走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得先活下去才有资格谈将来。其实丁瑶不知道的是，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本是纯粹的魔修，可是为了解决体内那古怪的剧毒，没办法才开始走法体双修。虽然没能解毒，但却成为了我最大的依仗。哪怕今日我刚刚重回筑基，但以我法体双修的手段，金丹以下我无敌，金丹以上一换一。我手持巨锤擦拭了一下身上的血渍，随后双手结印掠夺，刹那间数十枚血珠自尸体上迅速凝聚，化为一枚很小血珠落入我的手中。我将血珠装进白瓷瓶内，随后便开始打扫战场。我的一贯宗旨就是閹过拔毛，不浪费一针一线。我将所有人的储物袋都搜刮干净后，又把吴凯的尸体挂在了树上，并且在旁边几棵树上用血水写了3串大字：你亲儿子死了，现在你干儿子也死了，滋味如何？做完这些，我贴上神行符，带着丁瑶便迅速离去。一刻钟后，一道金色的身影从天而降，是厉南天。他不是从天上飞过来的，而是从天上跳下来的。哪怕他已是金丹巅峰魔修，他也不会飞。在这个世界，魔修是飞不起来的，只能屈膝一飞冲天，然后短暂滞空之后就得开始向地面滑行。虽说速度同样很快，但却终究不如炼气式御空飞行来得更快。而这也正是我敢物理超度掉所有人，然后再潇洒离去的原因。厉南天嗅了嗅鼻子，随后扫视一圈，满脸都是淡毒丹的味道、符箓的痕迹、火焰灼烧的遗留、化尸粉、洞穿伤以及一地碎掉的脑瓜子。单凭这些，厉南天已经从中判断出了他想要的讯息。虽然他依旧不知我的具体名讳，但他已经可以确定凶徒远不止一人，至少暗影魔刺也在。而且昨晚城主府调查过，厉飞羽死的时候，有人看到手持巨锤的慈悲暴徒在怡红院招摇过市。若说那魔僧与暗影魔刺联手，也不是不可能。厉南天扭头望向吴凯的尸体，也看到了我留下的那排血渍。厉南天两眼微缩，吴凯是13太保之一，若是平时吴凯身死，厉南天定会勃然大怒。可此时的他不能说没有丝毫愤怒，只能说确实不多，毕竟连唯一的亲儿子都死了，更何况是义子呢？与之相比，厉南天此时更加在意的是，若杀死他儿子的凶徒当真与暗影魔刺以及慈悲暴徒都有着紧密联系，这说明凶徒杀死他儿子厉飞羽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甚至就包括以前暗影魔刺强杀城主府金丹魔修，也是在故意针对城主府。这是什么仇什么怨？而且厉飞羽是他儿子这事外界很少有人知晓，可这凶徒却一语道破，这是否进一步证明凶徒是经过缜密调查之后处心积虑的报复？可凶徒到底是谁？这么多年厉南天杀过太多人，一时间他还真就想不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仇家。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又有9名城主府金丹魔修从天而降。一刻钟后，大批城主府筑基甲士在其余13太保的率领之下狂奔而至。厉南天略微定了定神，遥遥看着山野，凶徒就在这里，把附近所有山林全部封锁，严禁任何人离开，由金丹魔修压阵，每人负责一座山头，派甲士过去，把附近所有
有山头挨个理一遍。这时李慕白将我出城用的名牌交给了厉南天，此子平日不声不响却杀伐果断，被我城主府追杀却能从容反杀，他并不是只练体不长脑子的下等魔修。我已经可以断定，凶徒正是这些年我们想抓却一直都没能抓住的那位老对手。我和他交手多次，他了解我，我也足够了解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死伤，孩儿冒昧请缨，想要跟义父索要一个调度之权。虽说这么多年此人一直没有落网，但我始终坚信，如果有人可以抓住他，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是我。李慕白白衣胜雪，哪怕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他却依旧从容不迫，一尘不染。厉南天思考了片刻，淡淡说道：“在诸多义子中，论修为你不是最高的，论战力你也绝非是最能打的，但你的确是我诸多义子中最聪明的那一个。此次追杀便交给你全权负责，不要让我失望。”李慕白躬身一礼，旋即又再次开口说道：“此地距离咱们邺城太近，邺城许多老牌魔修家族嫡系子弟都在此历练，想要围剿必然需要封山。若那些世家子弟像之前封城时那般闹起来，请义父示下孩儿当如何做？”厉南天冷笑一声：“闹，杀了便是。魔修家族又如何？我已经主动退了一步，解除城门封禁。我死了儿子，现在谁敢阻挡我，我便杀了谁。”话落，厉南天转身望向吴凯的尸体，负手而立：“我就在这里等着，等你把所有凶徒带到我的面前，我要亲手将他们剥皮抽筋，告慰无二。”他看的是吴凯，但说的恐怕是厉飞宇。李慕白有个不易察觉的皱眉动作，只说了一个是，便带人离开了。山林的另一头，我带着丁瑶来到一个废弃的洞府，在洞口附近埋下毒丹与符箓，便带着丁瑶走进山洞。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食物、雨水以及元气丹，最大限度恢复气力。吃饱喝足后，我掏出白瓷瓶，将之前掠夺的精华血珠直接一口吞下。经验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暴涨，我的修为也成功突破至筑基2层。我一脸邪恶的扭头望向丁瑶：“我们还有1刻钟时间。”丁瑶满脸冷漠：“七杀令每隔1个时辰就会出现一次，你跑不掉的。”我看了一眼胳膊上那条淡淡的黑线，我知道，所以我说了，我们只有1刻钟时间，得抓点紧。丁瑶心里咯噔一下：“你又想干什么？我警告你，这荒郊野岭的，你可不要乱来。乱来怎么能是乱来呢？城主府穷追不舍，包围圈会越缩越小。接下来我估计很难还会有这种从容休息的机会。到时候万一体内的毒素再次发作，可如何是好？这就跟着凉了一样。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提前吃一顿药，防患于未然，省得感冒。”见丁瑶不从，我掏出命魂牌：“瑶。此时山洞外，一条毛毛虫举蛹的缓缓爬进山洞，来到洞内一寒潭处，蜕壳、破茧、化蝶、打结。金的寒潭内一群小蝌蚪到处找妈妈。恭喜宿主，木属性资质加29，毒抗加47，亲密度减999，仇深似海。恭喜您提升至筑基3层。果然跟丁瑶这位金丹大佬求药，不只是能够平息体内那古怪的剧毒，还瞬间抹平了最后那点经验条。昨晚我才重回筑基，这才半日过去，已是筑基3层。按照这个速度，这一场猎杀与反猎杀足以让我重回筑基巅峰，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成就金丹。与此同时，一道血光自我头顶冲天而起，红光穿过洞顶，穿过山体，直接冲到了天上。血色沙字屹立当空，猎杀与反猎杀再次拉开序幕。丁瑶匆忙套上衣衫，一脸愤怒：“登徒子，你这无耻之徒，现在都已经是一条丧家之犬了，居然还有心思羞辱我！我看你是在找死！死？怎么会呢？就算要死，我也会拉着所有人一起死。更何况我把丁瑶带在身边，可绝不只是为了方便求药。丁瑶也从来都不是一个拖油瓶。若是厉南天当真以为他是金丹魔修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一旦解除封印，我相信丁瑶这位金丹巅峰炼气士一定可以给厉南天一个天大的惊喜。”我站起身来，死死盯着丁瑶。城主府大军压境，我被抓住会死，被拖住也会死，所以李慕白才会如此从容不迫。但我之前就已经说过，我从未想过要像条丧家犬一样狼狈而逃，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我会主动出击。此时冲天而起的杀字，所有人都看到了。可当城主府一位金丹魔修带着众多筑基修士迅速赶来时，却只看到了一个空洞洞的洞府。不过城主府并不着急，他们人多势众，兵多将广，他们已经把方圆100里之内所有山头全部包围，剩下的无非就是挨个山头立一遍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缩小包围圈。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范围太大。山林里不只是有凶徒，还有妖兽，以及在山林里与妖兽厮杀历练自己的修士，而且99%都是魔修。这里是邺城，邺城是魔修聚集地，大多数正道炼气士轻易不会涉足于此。但就像李慕白之前说过的那样，哪怕都是魔修，哪怕是在这邺城境内，也并不是所有魔修都愿意配合城主府。尤其随着城主府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包围圈也随着开始变小。已经有无数魔修成群结队的要求离开，却被城主府贾氏给拦住了去路。此时不远处，一行魔修已经跟城主府贾氏起了冲突，领头的名叫刘明轩，刘家是邺城本地老牌魔修家族。刘明轩不只是货真价实的筑基魔修，更是刘家嫡系子弟。刘明轩满脸阴沉：“我不管你们城主府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也无意掺和你们城主府的破事。我现在就要回家，现在立刻马上。”城主府这边带队魔修是曹德宇，他也是13太保之一，同样是筑基巅峰魔修。曹德宇低眉顺眼说道：“我弟兄也是听命行事，少城主被凶徒所害，我们正在捉拿凶手。”刘明轩冷笑道：“你们要捉拿凶徒，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困在这里。城主府好大的威风，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城主府已经可以在我们邺城一手遮天了。”话落，刘明轩直接狠狠地推了曹德宇一把，随后满脸厌恶说道：“姓曹的别怪我没提醒你，厉南天的确厉害，可你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他厉南天义子，说好听了是义子，说不好听了你就是厉南天养的一条狗，而我可是刘家嫡系子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放厥词？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话还没有说完，只听扑哧一声，曹德宇突然拔刀，直接一刀攮进了刘明轩的心脏。
曹德宇依旧笑嘻嘻的模样。刘少事不过三，我已经提醒过你，可惜刘少似乎并不懂得惜命。既如此，我只能成全刘少。话落，曹德宇拔出长刀，刘明轩倒在地上，身体剧烈的抽搐。曹德宇看着在场所有魔修，脸上笑容依旧不变。我再强调一遍，我兄弟几人也是听命行事，请诸位配合。曹德宇指着倒在地上已经死透的刘明轩，如若诸位不配合，那么他就是下场。说这些话的时候，曹德宇脸上一直都挂着和煦的微笑，可在场所有人却全都感觉到遍体生寒。曹德宇这头笑面虎真的敢杀人，而且他杀的还是叶城刘家嫡系。此时我和丁瑶也混在人群里，我俩已经用易容珠重新换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群里还有一位身材极其瘦小、满脸猥琐、贼眉鼠眼的年轻男子，他叫林坏，外号小老鼠。他是我的朋友，而且他跟城主府有着真正的血海深仇。以前我曾笑话他，小老鼠你如此胆小怯懦，在这魔修云集的地盘如何才能活下去？可是此时我只是看了小老鼠一眼，小老鼠一开始并没敢抬头，他低着头迟疑了许久，然后才终于鼓起勇气蹲下身来。他将双手缓缓摁在地上，言简意赅小声吐出4个字：地爆天星。只听轰的一声，小老鼠看似瘦小羸弱的身体瞬间爆发出了强大无比的力量，大地颤抖，尘土飞扬，人仰马翻，城主府甲室一片大乱。与此同时，我带上法器斗篷，激活早已提前备好的神行符，瞬间出现在曹德宇面前，抬手就是一把石灰粉。紧接着我从储物袋内抛出那把细长无比的铁锥，直接狠狠攮进了曹德宇眉心。我将李慕白甩掉后，便前往和林坏、丁瑶说好的地点。看见我的到来，林坏连忙走上前来：怎么来的这么晚？你没事吧？我揉了揉林坏头顶，让他放心。可丁瑶却一脸严肃：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得非常清楚，城主府的包围圈正在迅速缩小，就算你们速度再快，可包围圈一旦缩小到一定程度，你们就会立刻逃无可逃，到时就凭你们2个如何挡得住城主府。我像看傻瓜一样看着丁瑶，我说过，我从未想过要一直就这样逃下去。说完，我再次将目光对准林坏，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我将厉飞宇的尸体扔在了地上，看着厉飞宇，一向胆小的林坏眼底突然露出一抹怨毒。虽然厉飞宇已经死了，可林坏看起来似乎还是非常害怕，好像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连忙把厉飞宇的尸体收起。厉飞宇死了，接下来就该轮到厉南天了。林坏思忖了许久：哥，你确定要这样做吗？我看着没有一点信心的小老鼠，听哥的没错的，接下来要看你的了，也只有你我配合好，咱们才能绝地翻盘。去吧。林坏乖巧的点了点头，在身上贴了2张遁地符。哥你要小心。说完直接钻入地底，迅速消失不见。丁瑶眉头一挑，他是符师，他也是法体双修。我并未解释林坏是不是法体双修不重要，但的确是一位符师，这也是为何我手里的毒丹和符箓总是用之不竭的主要原因。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色，距离下次七杀令爆发不远了，我们快走吧。丁瑶隐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往哪走？你现在看似占尽优势，可七杀令整整持续7天，用不了7天，城主府就完全可以把包围圈缩小到一种极致。我看了眼天色，计算了一下时间，放心，今夜就可见分晓。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着丁瑶继续四处游走。在此之间，七杀令又爆发了3次，我的速度本就快，再加上有方晴那个病娇，时不时的通过传音符给我通风报信，整个逃跑过程中，我始终游刃有余。一直到了夜半时分，圆月当空，七杀令再一次爆发的时候，我俩来到了一个山谷，这里四面环山，一旦被包围，插翅难逃。可是我非但没走，反倒是停下了脚步。丁瑶沉默，并未说话，他已经猜到我必然有所异常，可他始终不明白，我凭一己之力怎么跟城主府正面死磕。在丁瑶看来，哪怕我解除他所有封印，以他金丹巅峰修为，也只能勉强自保。我在山谷四周扔下了几瓶特制丹药，然后静静的等待着。不久，李慕白率先带人赶至，城主府金丹魔修同样在侧，并且已经成功锁定了我。李慕白眯着眼看着我，跑不动了，你不是挺能跑的吗？怎么不跑了？我露出一脸邪笑，因为我在等你们，等你们来送死。随后我从储物袋内掏出一根白玉色笛子，随着笛声呜咽，周遭突然传来阵阵悉悉索索的脚步声，是妖兽。第一头妖兽出现了，紧接着是第2头，短短的时间之内突然出现了上百头妖兽。我举起笛子指向李慕白，给我杀！上百头妖兽咆哮一声就冲了出去。李慕白两眼微缩，御兽术，不对，是那个笛子，那个笛子有问题。李慕白突然大笑起来，如果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你未免也太天真了。这一路上我杀过的妖兽不知凡几，区区100来头妖兽的确能给我造成一定困扰，但绝对救不了你。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李慕白，谁告诉你妖兽只有100来头？兽血丹爆，兽血丹是用妖兽精血炼制而成的丹药，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刺激并且吸引妖兽发疯发狂。随着兽血丹爆裂，异常的血腥气味弥漫开来，周遭所有妖兽瞬间开始发动疯狂进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吸引过来的妖兽越来越多，其中甚至还有一头堪比人族金丹修为的3阶妖兽，直接把目标对准了城主府那名金丹魔修，局势瞬间一片大乱。李慕白始终将目光放在我的身上，在他心里这里的妖兽有限，而城主府大军随时都会降临。可当他看向远处时，脸色瞬间大变，极远处正有数之不尽的妖兽狂奔，准确的说是林坏。妖兽是非常有领地意识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如此大规模成群结队。林坏按照我之前制定好的计划，仗着自己是土属性，再加上遁地符捅了无数妖兽的老窝，而且林坏手里也有一根和我一模一样的白玉补笛，这笛子是一对，发出的呜咽会让妖兽变得无比烦躁。林坏这一路是到处吹着笛子扔兽血丹，然后利用遁地符一路逃窜，几乎把周围所有妖兽都吸引了过来。我遥遥看着李慕白，你刚刚说100来头妖兽完全不足为惧，那么现在呢？话落，我直接带上了法器斗篷，消失的无影无踪。李慕白尖声狂喊：疯了！
我看你真的是已经疯了，你特么就是个疯子！我会死，你也会死，所有人都会死！就在李慕白丧失理智之时，我早已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虽说李慕白跑得足够快，但却还是被铁锥囊穿了肩头。我连忙激活神行符，再次杀了上去。李慕白此时再也无法保持所谓的优雅。最关键的是，城主府金丹魔修已被3阶妖兽盯上，自顾不暇，根本就没人能救得了他。这时李慕白猛地自储物袋内掏出传音符箓：“义父，救我！”山林处，厉南天感知着极远处的地动山摇，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直接拔地而起。周遭9名城主府金丹魔修紧随其后。厉南天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战场，轰的一声，周遭无数妖兽都被从天而降的厉南天给当场震杀。结阵杀敌，城主府9名金丹，再加上之前一直待在李慕白身边的那位金丹魔修，10人组成10方大阵，开始对妖兽大军发动疯狂反扑。与此同时，数万名城主府甲士陆陆续续赶来，开始对妖兽展开全面反杀。此时的李慕白浑身上下足足有7个血窟窿，虽说他还没死，但已命悬一线。厉南天扫视一圈，先是斥骂了李慕白一句：“堂堂筑基巅峰，被一个筑基5层给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城主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随后将目光对准了我，法体双修前期的确很强，但就算再强，终究也有极限，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厉南天负手而立，你折腾出这妖兽大军，伤不了我分毫，到底有何意义？我并未着急开口，一直静静的等厉南天说完。我愿意陪李慕白兜圈子，自然同样也有我的目的。城主府大军压境，我只能陪李慕白兜圈子，我只能等城主府快速缩小包围圈。只有你们的人把包围圈缩得足够小，我的人才有机会从包围圈外把妖兽给吸引过来。只有拉过来的妖兽足够多，才能屠戮你城主府，也只有3阶妖兽足够多，才能拖住你城主府下辖所有金丹魔修。如此，我才有机会直面城主。厉南天稍稍思忖了片刻，言简意赅吐出2个字：有理。不远处浑身是血的李慕白突然感觉自己很受伤。他一向有智多近妖之美誉，他也一直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谁知厉南天和我从未把他放在眼里。厉南天此时也不再废话，立马出手准备为他儿子报仇。我并未搭理厉南天，而是望向丁瑶。我知道你一直想要解除封印，现在机会来了，我解除你所有封印，你替我杀了厉南天。事成之后，我便把你的命魂牌直接交给你亲手销毁无痕。丁瑶微微握拳，并未说话，看他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在心里已经答应了。我掏出命魂牌，双手结印，封印解除，伴随着一道道破碎声，命魂牌10层封印一层一层被解除，丁瑶身上的气势也随之暴涨，只是一瞬间便从一个修为尽数被封的御姐，摇身一变直接重回金丹巅峰。丁瑶活动了一下手指，你知道到底何为炼气士，又到底何为金丹巅峰炼气士吗？今日我便叫你亲眼看看，到底什么才是金丹巅峰炼气士应有之声势。只见丁瑶缓缓抬起右手，伸出食指轻轻虚空一点，背齿轻启，言简意赅吐出一个字：冰。海量的冰属性天地元气被丁瑶一指之间瞬间抽空，丁瑶指尖的涟漪猛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双杀百草尽，穷归四壁根，冰封千里。只是一瞬间，正在激斗的妖兽与城主府甲士瞬间化作无数冰雕，3阶妖兽夺路而逃，城主府金丹魔修带着13太保腾空而起。整个场间唯一能够保持淡定的，就仅仅还剩下我和厉南天。双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厉南天是凭本事屹立不倒，而我纯粹是丁瑶把我给绕过去了。碎！眨眼间，妖兽也好，城主府甲士也罢，所化冰雕当场碎裂。哪怕是我看见这个场景，也是一脸震撼。红为金丹巅峰，丁瑶一个 AoE 大招，满屏都是99999群伤，这是魔修所绝对无法达到的。此时周遭已经彻底变成冰天雪地，这仿佛进入了冰之领域一般。我微微有些意外，我最初自丁瑶身上获取的是木属性资质，我一直以为丁瑶是木属性炼气士，可偏偏丁瑶一出手就是冰天雪地，冰封千里。但此时我也顾不上刨根问底，我一脸戏谑地看向厉南天说道：厉城主，我为你准备的这份惊喜，你可还满意？厉南天看了丁瑶一眼，北方大雪山金丹巅峰炼气士，6大顶级修真门派的确厉害。随后又扭头将目光对准我，飞羽去过怡红院，我也知晓你曾带走一位金丹巅峰炼气士，如果这就是你为我准备的惊喜，如果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失望。我哈哈一笑，是否失望打过自限分晓。谁知厉南天双眼微眯，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有没有继续要打下去的必要则是另外一回事。话落，厉南天转身望向丁瑶，自古正邪不两立，但你我之间往日无仇，近日无怨，把你卖到怡红院的不数，把你从怡红院买走的也不数，所以我们为何要打？如果是咱们这个修为境界的炼气士与魔修死磕到底，那就真的是要既分胜负也分生死了。这小子与我有仇，却也从都不是你的恩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把你从怡红院买走，对你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羞辱。你堂堂北方大雪山金丹巅峰炼气士，就这般被区区一个小魔修给捡了便宜，现在你又要为了这样一个小魔修跟我拼命，你图什么？丁瑶微微沉默了片刻，突然冷笑一声：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不过言之有理。我心里咯噔一下，死死扣紧手里的命魂牌，张嘴欲言，却发现浑身僵硬，一层冰霜迅速弥漫了我的全身，让我动弹不得。是丁瑶，我死都不会想到，当我解开丁瑶封印的一瞬间，他竟用法术将我瞬间冰冻。我连忙招来魔焰想要抵挡，可惜此前一直无往不利的魔焰，此刻根本奈何不了附在我身上的冰霜。这是巨大的修为等级差距所带来的鸿沟，绝不是区区法体双修就可以抹平的。不过魔焰还是有一点作用，那就是可以让我开口说话。我看向丁瑶一脸的委屈，你不要被他骗了，厉南天不可能放过你，他在撒谎。丁瑶眉头一挑，他是否在撒谎不重要，杀了你，夺了命魂牌，我随时都可以御空而去，他根本就奈何不了我。而
而且厉南天有句话说得很对，你知不知道，待在你身边这段时间，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羞辱。我出身北方大雪山，我修的本就是冰心无情道，冰心无情道想要大成，必须要保持冰清如玉，可你却毁我清白，坏我道心，单凭这一点，你死1万次都不够。我稍微沉默了一下，留着我总会对你有用的。这里是魔修聚集地，而且你莫要忘了，最初厉飞羽之所以会找到你我，就是为了要把你当做寿礼送给厉南天。丁瑶听到我的话也有些动摇，谁知厉南天冷不丁插话，庶子巧舌如簧，道友莫要被他欺骗，把他交给我，我保证绝不为难你。大道朝天，你我从此各走一边如何？丁瑶一脸认真的看向厉南天，空口白牙，口说无凭，只要你以道心起誓，我便相信你。听闻厉南天立马抬起右臂，伸出3根手指，我厉南天以道心发誓，若有违背，话还没说完，只听天际突然传来阵阵闷雷声，厉南天沉默了，丁瑶沉默了，连我都沉默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那什么都是巧合。厉南天稍稍定神，再次说道，我厉南天以道心起誓。一瞬间，只见一道惊雷直接从天而降，若不是厉南天跑得快，这一道雷就直接落到他脑袋上了。我看着厉南天哈哈大笑，老天爷开眼了，你厉南天满嘴跑火车，想要糊弄天道，完事儿天道事先感应到了你厉南天那点小九九，不愿意背这口大黑锅，直接要拿雷轰你。丁瑶也无语了，这就是你说的以道心立誓？厉南天脸上青白交加，魔修平日里2面3刀的事情做多了，他厉南天也不例外，平时也没被雷劈过，这会儿是要遭天谴了还是咋地？丁瑶不再墨迹，抬起右臂轻轻一握，冰属性天地元气瞬间凝聚出一把长剑。丁瑶手持冰霜长剑指着厉南天，你想要杀我？厉南天沉默了下，突然叹息一声，算了，原本想着先拿下这个小家伙，然后腾出手来再好好收拾你，现在看起来终究还是要付诸于蛮力。你大雪山在冰属性方面造诣的确独步天下，但我厉某人同样出身南方狼牙阁，我们狼牙阁魔修何时怕过你们北方大雪山炼气士？厉南天缓缓抬起头来，直视着丁瑶，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在外围还埋伏了10名金丹魔修，丁瑶你跑不掉。话落，厉南天猛地踏前一步，其周身弥漫的寒霜与冰层迅速皲裂破碎，随后厉南天抓起一个储物袋，随手一抛，9具傀儡迅速落地成型。这9具傀儡最低的都是金丹初期，最高的已经达到金丹9层，而且这个金丹9层傀儡与厉南天生的一模一样。丁瑶两眼微缩，本命傀儡，你是傀儡师？厉南天哈哈大笑，看向丁瑶，实打硬，你拿什么跟我斗？我会把这个小崽子剥皮抽筋，亲手把他炼制成傀儡。至于你，我会了却飞羽生前所愿，完成他的孝心。现在看我如何冲烂你这中看不中用的寒冰领域。说话间，厉南天带着9具金丹傀儡一飞冲天，而后直接从天而降，扬起右臂一拳轰出，破！虽然厉南天只出了一拳，却有无数道金色拳影纷飞而至，关键是他背后还跟着9具金丹傀儡，每一个傀儡看似一拳，却是出了无数拳。9具傀儡再加上厉南天，一时间数之不尽的金色拳影，络绎不绝地砸在了丁瑶的寒冰领域之上。瞬间，寒冰领域之上出现道道裂痕，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皲裂。丁瑶俏脸微变，双手快速结印，实为之木，始生如孽，枯木逢春。只见丁瑶周身迅速绽放出道道青绿色光芒，数之不尽的木属性天地元气开始迅速凝聚，金木水火土等各个属性的天地元气也同样各有所长。金属性暴虐以攻击力著称，水属性柔和擅长卸力与缠斗，木属性温和元气恢复速度最快。丁瑶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是冰木双属性，木属性为丁瑶提供强大的恢复速度与续航能力，丁瑶又能借用这种续航能力，调用冰属性天地元气来对他的寒冰领域进行快速修复。炼气士手段之多，当真让人叹为观止。但双拳难敌4手，丁瑶非常清楚，就算他的木属性续航能力再猛，也绝对不可能一个打10个。看来是我大意了，我原本是想着厉南天已经跌尽，只要放出丁瑶这个大杀器，就完全可以大杀4方。万万没想到，真正站在大气层的反倒是厉南天。此时厉南天带着9具傀儡，疯狂冲击着丁瑶的寒冰领域，这样下去冲破寒冰领域只是时间问题。我连忙向丁瑶提议，杀他傀儡。厉南天不好杀，可他的傀儡不一样，先从金丹初期开始杀起。丁瑶想了想，觉得我这个小卡拉米说的确实有点道理，于是连忙扬起手中冰剑，轻轻挥舞，血魄领冰陨杀。刹那间，数之不尽的冰剑从天而降，下一刻除去厉南天与其本名傀儡之外，其余8具傀儡都受了些伤，尤其是那金丹初期傀儡，直接被冰剑洞穿。丁瑶也如释重负。谁知厉南天讥讽一笑，抬手打了个响指，只见那些受伤的傀儡开始迅速复原。厉南天再次冲了上来，其身后傀儡同样也是如此。傀儡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知疼痛，比上头的魔修还要更加悍不畏死，哪怕遭遇重创，可那又如何？只要主人下达命令，傀儡就会始终持续不断的进攻，一直到被彻底毁掉。在这狂风暴雨的攻击下，眼看冰封领域就要顶不住了，丁瑶连忙伸手一指，周身突然出现了一个元气光罩，这是金丹炼气士最典型的防护术法，只要元气遁不破，炼气士自身安全就始终都会有保证。突然，丁瑶直接将我拎起，一飞冲天，我要准备放大招了。寒冰领域爆，轰的一声巨响，丁瑶的寒冰领域当场爆裂，厉南天的2具金丹初期傀儡当场被彻底摧毁，金丹中期同样也是遭遇重创，眼下还能继续追随厉南天的还剩下最后5具傀儡。厉南天以为丁瑶要跑，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飞起，想跑，我说过你跑不掉。谁知御空而行的丁瑶非但没有破空而去，反倒是猛地停了下来。杨刚有句话说的没错，我从未想过要像一条丧家犬一样落荒而逃。万剑归宗，嗡的一声，道道剑意瞬间弥漫了整个苍穹。正在高速弹起的厉南天猛地一滞，剑修，这不可能！丁瑶明明出身北方大雪山，可现在却偏偏使出了浑身剑意，冰属性也好，木属性也罢，似乎从来都不是丁瑶真正压箱底的杀手锏。丁瑶一脸戏谑地看着厉南天，剑宗之剑的确当世最强，但也从来都没人说过剑修就必须出自剑宗。我
我虽出身大雪山，可我偏偏要练剑，而且只练世间最强之剑。此时丁瑶手中无剑，可这一刻满天剑意却偏偏自他手中组成了一把参天巨剑。落，巨剑自上而下，携雷霆之势一蹴而就。厉南天他感觉到了极度强烈的危险，这一剑绝不可应接。只见厉南天不进反退，本尊暴退，可傀儡却直冲云霄。谁知第一具冲上去的傀儡在巨剑之下直接当场湮灭，紧接着是第二具、第三具、第五具，一剑之下所有傀儡尽数被毁。更加可怕的是，巨剑去势不减，而且已经彻底锁定厉南天本尊。厉南天尖叫一声，移形换位，咻的一声，电光火石之间，厉南天与本命傀儡交换位置，想以本命傀儡应接丁瑶这全力一剑。画面仿佛在这一瞬定格，厉南天的本命傀儡突然开始寸寸皲裂，最终碎成了无数块。这一刻剑修杀力之强显露无遗。厉南天虽说逃出升天，但本命傀儡被毁，气机牵引之下当场吐血，身上那如雷气势更是瞬间萎靡了一大截。丁瑶居高临下，手持冰剑，满脸冰冷，修行不易，若是识趣便速速退去，我便饶你不死，如何？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只见厉南天缓缓抬起头来看着丁瑶，你知道为何我们魔修始终瞧不上你们炼气士吗？就是因为你们实在太蠢。杨刚虽然修为低，可他说的没错，留着他你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你刚刚真的杀了他，你一定会死得很惨。知道刚刚杨刚为何欲言又止吗？因为如果换了是他，他就绝对不会愚蠢到像你一样诱捕这一句饶我不死。好大的口气，若你当真有这个本事杀我，何不现在立刻马上就直接一剑杀了我？厉南天目露狰狞，口口声声要饶我不死，可事实上越是如此就越是足以证明此时的你也已后继无力，外强中干。我说的可对？丁瑶脸色骤变，但却还是佯装镇定，若是不服气你大可以试试。试试？厉南天哈的一笑，试试就试试，你怕不是忘了这里是邺城，这里是老子的地盘。话落，厉南天掏出传音符箓，滚过来，给我杀了他！10名守在外围的金丹魔修直接冲天而起。谁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丁瑶一脸愤怒地看向我，原来就在他刚才使用木属性法术时，突然发现他原本卓越的木属性天赋被人给强行掠夺走了一大截。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这个登徒子，虽然没有证据，纯粹就是直觉，若是非要说证据，就是丁瑶亲眼见过我法体双修，他清楚地看到我在火属性方面造诣极高，可在木属性方面却明显还只是一个新手，就仿佛刚刚得到一样。刚刚得到从哪儿得到的？自然是从他丁瑶身上掠夺来的。一想到这里，丁瑶愈发觉得身边这个狗男人面目可憎，可他却又总是对我有一种异样的情愫，就好像上瘾了一样。咋地？你们毒师真的有毒师吗？丁瑶出身北方大雪山，主修冰心无情道，若是搁在以前封印解除，他做的第一件事一定就是把我的脑袋揪下来。他突然意识到我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他的道心，不过眼下丁瑶也没时间多问。丁瑶看向厉南天，一脸戏谑，我看得出来你确实挺瞧不起我，你只知我出身北方大雪山，你并不知道我不只是大雪山核心弟子，我还是大雪山圣女，我那一剑可绝不只是要杀你。丁瑶收起冰剑，缓缓张开双臂，感受到了吗？我感受到了雪山的气息。圆月当空，夜色里，整个邺城境内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冰霜之门，一道巨大无比的庞大身影从门里爬了出来。厉南天整个身体都在止不住的颤抖，不是他想抖，这是低阶修士面对高等修士、高阶妖兽时下意识的反应。堂堂金丹魔修也算低阶修士了，在邺城金丹巅峰就已是极致，可在大雪山，在玄武面前，区区一个金丹真的还远远不够看。此时丁瑶脚踩玄武高高在上，而厉南天弓腰弯背，不但被压得完全抬不起头来，他的膝盖甚至都已经在颤抖，他已经站不稳了。可是他的骄傲绝不允许他就这样跪下。厉南天缓缓抬起头，目眦尽裂，我不服！凄厉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平则鸣，死吧！丁瑶单手一指，玄武直接悍然撞向厉南天。厉南天紧握双拳，眼睁睁地等着死亡的降临。就在此时，一声怪笑传来，北方玄武，区区一缕残魂，好大的威风！我狼牙阁下辖南方27城，这里是我狼牙阁地盘，还轮不到你们大雪山逞凶！话音响起的同时，极远处邺城护城大阵骤然开启，一道火红色光芒自邺城冲天而起，是朱雀。北方大雪山护山神兽玄武，南方狼牙阁护山神兽朱雀，两个神兽神魂强强相撞，一股巨大无比的冲击波迅速向四周扩散开来，仿佛核弹爆发一样，声势如雷。只见花草树木群山直接被夷为平地，数之不尽的魔修被直接撞飞，连丁瑶与厉南天都不能例外。这还只是一缕残魂，爆炸的余波就已经恐怖到如此地步。若是玄武与朱雀本尊在此大战，估计整个邺城就没了。待尘埃落定，玄武那一缕神魂当场湮灭，朱雀神魂头也不回返回邺城。这里是狼牙阁下辖城池，终究还是朱雀更胜一筹。厉南天突然笑了，他笑得疯癫，他笑得狂妄。很明显，厉南天虽然只是狼牙阁外门弟子，可他现在毕竟已是邺城城主，在狼牙阁的地盘上，狼牙阁怎会看着自家弟子被大雪山抹杀？哪怕丁瑶是大雪山圣女也不行。狼牙阁与大雪山一南一北，一个主修火，一个主修水和冰，一个是正道炼气士，一个是魔修炼体士，双方本就是死对头。丁瑶的身份越尊贵，若是死在厉南天手上，狼牙阁就越是喜闻乐见。一想到这些，厉南天岂能不笑？玄武赐福，确实厉害，你再厉害一个给我瞧瞧。厉南天狞笑一声，现在该轮到我了。话落，厉南天一跃而起，他虽然受了伤，可他是魔修皮糙肉厚，他依旧还有一战之力。反观丁瑶，一个耗尽了所有蓝条的法师，跟纸糊的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一拳，厉南天就轰碎了丁瑶的元气盾。丁瑶
瑶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直接从空中跌了下来。我连忙施展疾风术接住了丁瑶。丁瑶无奈一笑，抱歉，我尽力了，但终究还是让你失望了。他已经耗尽蓝条以及底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我将丁瑶慢慢放在地上，没事，剩下的交给我。我缓缓转身望向厉南天，手掐印诀抽控周围所有火属性灵气，随后发动火球连续不停的攻击厉南天。厉南天瞬间就被魔焰笼罩，但是很快一道金光就从魔焰当中冲了出来。我已经使出所有手段，但依旧伤不了厉南天一根毫毛。于是我再次施展疾风术激活神行符，抽身而退的同时直接戴上法器斗篷，最大限度隐匿自己的痕迹。我围着厉南天绕圈许久，没能再次找到出手的机会。于是我在厉南天身边扔下一堆毒丹，随后掏出一枚隐匿符箓激活，一动不动。厉南天一脸的讥讽，你和我差了足足一个大境界，你所做的一切注定徒劳无功。你打我无数次我都可以毫发无损，可我只需要打中你一次你就必死无疑。我知道厉南天不是在危言耸听，莫说是正面击中，哪怕只是被拳风扫到，我也是非死即残。厉南天见我还不现身，冷笑一声，不出来是吗？跟个地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真是给我们魔修丢脸。我找不到你，但你的女人却跑不掉。说话间，厉南天身形一闪，直接冲向丁瑶。丁瑶本以蓝条耗尽，只能强行御空，可还没能飞起来，就已经被厉南天拦住了去路。厉南天单手掐着丁瑶的脖子，若不想你女人死在你前面，便滚出来乖乖受死。听闻我却不为所动，有种你就直接杀了他。厉南天，你我都是魔修，想让我为了个女人就主动现身求死，你觉得可能吗？丁瑶脸上闪过一丝愕然，反倒是厉南天微微颔首，我数3个数，若你还不出来，我便直接拧断他的脖子。2，可是还没数完，我便骤然现身，直接冲了出去。毒丹炸裂的瞬间，我连忙冲着丁瑶大喊动手。丁瑶愣了愣，下意识的调动体内刚刚恢复的所有天地元气。厉南天瞬间心神紧绷，整个场间他最为忌惮的就是丁瑶，他被打怕了。可事实上，丁瑶即便用尽全力，也只不过是在厉南天身上凝结成了一层冰霜。就这，厉南天稍稍心安，张嘴欲言，可就在这个刹那，杀机骤起，地爆天星。只听轰的一声，一直埋伏在地下的林坏率先动手。就在林坏出手的一瞬间，一道黑色倩影呼啸而至，来人乃是方晴。厉南天连忙对方晴吩咐道：“不用管我，你去盯死杨刚。”谁知方晴只是轻轻点了点下巴，是义父。随后掏出他的法器暴雨梨花针，对准厉南天直接当场发动。厉南天当场就懵了，他震惊的不是暴雨梨花针，而是方晴居然会对他下杀手。暴雨梨花针传射而出，不停的落在厉南天身上。虽然大多数都被厉南天强横无比的肉身挡在了外面，但还是有几根扎向厉南天的眼睛，让厉南天稍显狼狈。方晴，你怎么敢？方晴眨了眨眼，一脸无辜说道：“义父，我都是听您安排的呀，不是您让我别管你的吗？”厉南天震怒。就在此时，天星从天而降，地爆天星正式降临。厉南天两眼微缩，随后深吸了一口气，单臂撑天，直接一拳轰出，巨大的土球瞬间就被轰碎，尘土飞扬之间，厉南天屹立不倒，仿佛已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区区鼠辈不足为惧。话还没说完，厉南天突然眉头微皱，他觉得突然恍惚了一下，好像中毒了。就在他精神恍惚的这个刹那，我连忙将厉飞羽的尸体扔到了他的面前。飞羽，厉南天满脸不敢相信，是错觉吗？不对，不是错觉。厉南天心神俱震，满脸都是悲戚。也就在这个瞬间，我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厉南天身侧，石灰粉开路的同时，我的进攻也随之接踵而至。但这一次我没有用铁锤，铁锤只是法器杀得了筑基，但面对金丹魔修却连最基本的破防都做不到。既然法器不行，那就用法宝。我扬起手中那把细长铁锥，直接攮进了厉南天的右眼。此时战场之外极远处，13太保正在重整旗鼓，打算支援厉南天，可是李慕白却站在一边一动不动。那名始终跟在李慕白身边的金丹魔修忍不住插话道：“三少，战斗并未结束，此时正是你可以大展拳脚的大好时机，为何把原本可以轻易到手的机会拱手让给其他人？”他叫乔敬全，入金丹之前就一直都是李慕白最好的朋友。李慕白思忖了片刻，你的意思是让我带人过去支援厉南天，然后找厉南天邀功请赏？乔敬全愣了愣，难道不应该吗？李慕白微微摇头，别人给的终究是别人的，他今日能赏赐给我的，明日也可以随时夺走。既如此，我为何不直接去抢？厉南天9大傀儡尽数被毁，此时理应是厉南天最为虚弱的时候。李慕白眯着眼说道：“厉飞羽已死，现在只要再杀了厉南天，这城主之位就非我莫属。”说到这里，李慕白缓缓转过身来，直视着乔敬全：“你我从小一起长大，只要你助我登上城主宝座，我必会让你成为城主府2号人物。”乔敬全沉默了许久，缓缓点了点头。你想让我怎么做？李慕白扫视一圈，指着那些重伤的金丹轻笑一声：“清除异己，先杀金丹，再杀13太保，把所有忠于厉南天的人通通杀光。”此时战场之内，厉南天已经彻底发狂，开始疯狂出拳攻击。我再次施展疾风术，绕到厉南天身后，随后自储物袋内掏出那把巨锤，对着厉南天头顶就是狠狠一锤。厉南天忍不住惨叫一声，方晴也趁机来到厉南天身后，再次发动暴雨梨花针。我抓住机会拎起巨锤，就跟打地鼠一样，一次又一次砸到厉南天脑袋上。厉南天痛到无法呼吸。来人，人呢？都死到哪里去了？给我杀了他们！李慕白飘然而至，深深地看了厉南天一眼。是。可是厉南天等了片刻，依旧不见李慕白带人参战。厉南天瞬间大怒：“你在等什么呢？”只见李慕白一挥手，一对甲士端着托盘走了上来，托盘之上摆着的全部都是厉南天嫡系心腹的头颅。厉南天整个人都忍不住猛了一下，他搁这儿跟杨刚斗得热火朝天，结果扭头一看，
看，居然被李慕白这小子给偷了家。厉南天仰天长啸：“你们为何都要背叛我？”李慕白只是微微摇头，一脸诚恳说道：“不，我只是想要被义父打死，或者亲手打死义父。”李慕白郑重抱拳行礼：“孩儿斗胆，请义父赴死。”这是何等大逆不道之言！可偏偏现在李慕白却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变成事实，最起码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子的。谁知厉南天满脸阴沉，突然看向我：“你应该明白，今日我若死在这里，你也跑不掉。李慕白绝不可能放过你，不如咱俩化干戈为玉帛，先联手杀了李慕白，不知你意下如何？”我丝毫不为所动，我从来都没有跟畜生合作的习惯。说完，我便主动退后数米，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只见李慕白抬手一挥，上！乔敬全率领9名金丹魔修一跃而起，当场把厉南天给围在了中间。厉南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慕白，突然自嘲一笑，看样子今日我厉南天是插翅难逃了。既然如此，那便来吧。可是现场却突然无比寂静，乔敬全等人根本就没有动手的意思。我若有所思，拉着丁瑶迅速后撤。李慕白脸色微变，还愣着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厉南天缓缓抬起头来，对啊，你猜他们为什么不动手呢？说话的同时，厉南天缓缓张开双臂，只见10条真丝链接着以乔敬全为首的10名金丹魔修。你们都知道我是傀儡师，可是你们不知道，用原材料炼制傀儡是最为低级的手段。真正的傀儡大师向来都是以人为容器，只需要把傀儡种子种进容器，等待着傀儡种子生根发芽就好。虽然这些容器平时看起来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可只要我心念一动，就可以瞬间把它们通通都变成我的傀儡。随着厉南天话音落地，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以乔敬全为首的10名金丹魔修，丹田处都有一枚种子熠熠生辉。这种子不但已经生根发芽，而且枝叶茂盛，早就已经遍布修士全身。厉南天讥讽地看向李慕白：“你以为我9大傀儡尽数被毁，就看到了揭竿而起的希望？可你并不知道的是，整个城主府所有金丹以上魔修，通通都是我的傀儡。”李慕白的脸色变得苍白无血，连忙喊着乔敬全的名字，想要唤醒他。可惜此时的乔敬全满脸都是呆滞。李慕白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就在刚刚，他还志得意满，胜券在握。可现在眨眼之间，厉南天只需要稍微出手，就已经摧毁了他所有骄傲。不对，李慕白猛地睁开双眼，直视着厉南天：“若你当真对我所有计划了如指掌，那我杀死那些忠于你的人的时候，你为何没有出手？”厉南天狂笑道：“傻孩子，真不是我瞧不起你，他们死了，我的傀儡种子操控他们才会更加便利。琅琊阁下辖28城，每一位城主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你一直心心念念坐上城主之位，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到底是凭什么坐上这城主宝座的？就是因为我是真正的傀儡大师。事已至此，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只要让我种下足够的傀儡种，我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组建一支真正的傀儡大军。不信你看。”李慕白顺着厉南天手指的方向望去，才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之前那些被乔敬全杀死的金丹魔修，不知何时已经摇摇晃晃地重新站了起来。